毕竟她是我的嫂子，尽管平时她对我冷淡，但我不能对她即将遭遇的危险坐视不理。我正想拨通电话，提醒妈妈要调整家里的菜谱，增添绿色蔬菜，削减红肉的购买。但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嫂子猛地给了我一个耳光。她瞪着我，语气刻薄：“王之初，别以为你能骗得了我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你不就是看爸妈宠我，心生嫉妒，才故意让医生配合你劝我调整饮食吗？你其实是想让我营养不良，生个不健康的孩子吧？我的脸立刻红肿起来，惊愕地看着他，他怎么会如此愚昧？我这是在关心他的健康，他难道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吗？他的性格就是这样，任何人或是稍不顺从他的意愿，他便会觉得别人在算计他。我了解他在极度重男轻女的环境中长大，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更谈不上什么优质的生活，所以他才会想借着怀孕的机会，把所有未曾享受过的都补偿回来。我与他的成长背景相似，所以我能深刻理解他。如果他不是胎盘前置，我也不会这么坚决的要他调整饮食。此刻，妈妈走了进来，嫂子瞬间收起那副凶狠的面孔，眼眶一红，委屈地说：“妈，之初太过分了，现在连肉都不肯让我吃。”说完，她竟开始收拾行李，声称要回娘家。那副模样，仿佛我真的对她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。妈妈哪里舍得让她走？她肚子里怀的毕竟是妈妈心心念念的孙子。为了留住嫂子，妈妈竟然直接给了我一脚。她甚至没有问一句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就抄起鸡毛掸子向我挥来。我蜷缩在地板上，忍受着疼痛，内心充满了悔恨。早知道会这样，我刚才就该保持沉默，何苦要扮演什么好人？直到鸡毛掸子被打断了，妈妈才肯罢休，嫂子则站在一旁，脸上露出得意的冷笑，显然对看到我这般狼狈模样而心满意足。短暂的安静后，妈妈问起嫂子产检的事，嫂子倒也不隐瞒，把医生的话一告知，妈妈才察觉到可能我受了委屈，不过她是不会对我道歉的。她正想说让嫂子听从医嘱，嫂子却不以为然，医院能有什么好人？大多是骗钱的。同时还指着对面邻居的大门，他们家那个矫情的儿媳妇，就是因为听信医生的话，整天躺在床上，这不吃那不吃，生出的孩子就知道睡觉，一点也不机灵。她的话真是可笑，刚出生的孩子不睡觉，难道要去考大学？我无奈叹了口气，既如此，那就随他的，反正我已经尽力了，以后侄子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别怪我就行。妈妈听了，也觉得嫂子说的很有道理，改变了想法。青青，你说的不错，我们那一辈人哪里有那么多讲究？多少人怀孕还在干活，也不见生出来的孩子会有问题。而且鱼肉是好东西，我们想吃还吃不到。听见妈妈的认同，嫂子不由更加洋洋得意。她垂眸看了我一眼，不屑道：“亏你还读到高中，竟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，医生说什么就信什么，还不如妈妈呢。”我没有理会她，正要回到房间清理伤口，她却叫住了我，转头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不是我说你，他也太宠之初，都已经18岁了，还养在家。我12岁时就去厂里打工，帮哥哥养着侄子。”说完，他觉得自己很伟大，是我这种自私的人永远比不上的。宠，听见这个字，我不由想笑。学费是我寒暑假做临时工赚来的，
生活费是因我平时大奖小奖获取的。妈妈养了我什么？就连我还是幼童时，她都没有养过，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带到大的。还有侄子关我什么事？凭什么要我去赚钱养他？妈妈跟嫂子是一路人，非但不觉得脸红，反而还觉得说得非常有道理，连连点头称，立即要我收拾行李南下打工赚钱，补贴家用。但我怎么可能会依？好在我昨天就拿到录取通知书，现在就算跟他们闹翻了，我也不怕。更何况我有自力更生的能力，根本不需要这个家帮我任何一点忙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心平气和跟妈妈说好话，跟她解释学历不同，以后就业以及薪资都会不同。一听见以后我可能会有更高的薪资，妈妈差点就动摇了。这个时候，嫂子却说：“女子无才便是德。再说她以后要嫁人的，真拥有那么高的工资，还不是给婆家，到头来给别人做嫁衣了。她真是一个搅屎棍。既然怎么说都没有用，倒不如今天就把扯破脸皮。反正这个家我也受够了。”我呸了一声，说：“钱青青，大清已经亡了，你别这套裹小脑的思想放在我身上。还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但愿你生的是个儿子，要是生个女儿，你会害死他一辈子。”我从没有用过这么凶的口气跟他说话，他不由愣住了。等他回神过来，又哭闹着要回娘家。我知道他这是在威胁我妈，想逼我妈打我。果不其然，妈妈扬起手，又要打在我脸上，但这一次我躲开了。好啊，王之初，你现在翅膀硬了，敢躲了。我不再唯唯诺诺，大声对他吼道：“赵美萍，看在你给我生命的份上，我忍了你18年，现在我不想再忍。我告诉你，这一次我只是躲开，下次你再如此，就别怪我会反手。你敢？怎么不敢？有本事试下！”看见我眼底的坚定，他不由后退了一步。可嫂子怎么是一个省油的灯？眼看妈妈处于下风，当场把邻居们叫过来，诉说我是如何大逆不道，连母亲都敢忤逆。人是最喜热闹的，不一会儿，门口就堵满了人。妈妈见状，立即明白，哭着躺在地上打滚，说我打他。既然他都把我安上不孝的骂名，那我就索性不孝到底，当着邻居们的面要与他断绝关系，我才不怕闲言碎语。妈妈听我要断绝关系，不可思议看着我，她怎么都没有想到，一向听话的我，骨子里竟这么叛逆。嫂子本就烦我在这个家中，听见我要断绝关系，正合她的心意。趁此，她收刮我一笔钱，名曰要补偿妈妈的生育之痛，实则是想把钱收入自己的口袋里。为了能彻底摆脱这个家，我答应给他们20万，但前提是要等5年后才给的。在邻居的证明之下，我跟妈妈签上了断绝书。我就带着2套衣服、1张身份以及录取通知书，被赶出家门了。走在门口时，我还听见钱青青兴高采烈指唤着赵美萍：“妈，快把羊肉煮了，让我补补。今天我太高兴了，要敞开胃口大吃，怕不符合自己的胃口。”她再三吩咐，一定要多放点辣椒，这样就不会太恼。我知道她是故意说给我听，想让我难过。可惜我根本就不在意她的话。现在我只想看看，照她这种吃法，她肚子里的孩子还能顺利出生吗？好咧！赵美萍欢快跑进厨房，开始忙碌起来，全然不管我接下来会在哪里落脚。自然，我也不需要她担心。多年的工作经验，很快就找到一个落脚处，是在一家医院当护工。只要做完暑假，我就可以凑齐学费。原以为我这5年不会跟原生家庭有任何关联，
没想到在医院的第5天，就碰见他们一家人。我在5米外的拐角处，就听见赵美萍揪着医生的领子喊道：“我儿媳妇能吃能喝，胎儿营养充足，健壮有力，怎么到你这里，孩子就成脑瘫了？肯定是你们这些黑心的医生从中牟利，把我健康的孙子换掉。”医生是一个素质极好的人，都被赵美萍说成那般，他却还能耐心地解释。在医生的说辞之下，我总算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原来钱青青胡吃海喝，导致出血，可他却不以为然，非要拖了10个小时才过来。孩子就是因为缺氧太久，才成了脑瘫。此时，爸爸跟哥哥也从外地赶回来。赵美萍看见他们了，就像看见神仙到来的一样，添油加醋说着这医院如何不正规，并说钱青青来医院的时候是好好的，现在一个造成终身不孕，一个造成脑瘫，要么是严重医疗事故，要么孩子被他们换了，非要爸爸跟哥哥向医院索赔金额，讨个说法。我听了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赵美萍真是胡搅蛮缠，钱青青出血10个小时才去医院，医生能把那母子从鬼门关抢过来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竟然还好意思向医院讨赔款、讨说法。爸爸跟哥哥也是拎不清的人，立即去找院长大闹起来。但这事本来医院就没有错，就算他们怎么闹，都占不了一个理字。他们闹久了，也觉得自讨没趣，等冷静下来，才去了解事情的真相。为了想看钱青青后悔的模样，我戴上口罩，悄悄走进他的病房里，刚准备打扫卫生，他就醒来了。一听见他儿子是脑瘫，顿时就发疯了，把周围能砸的东西都砸了。哥哥知道他再也生不了孩子，也不惯着他的臭脾气，一把揪住他的头发：“钱青青，你这个蠢货，都出血了还不去医院，现在孩子都被你害惨了。”他用尽全力，全然不管他刚生产完，身体很虚弱，他被揪着生疼，明显害怕了，语气软了一些：“我还不是为了孩子好，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足月出生？我闺蜜说了，孩子在妈妈肚子1天，能顶上在保温箱里1个月呢。所以我想，她能在我肚子有1个小时，就有1个小时。她3观跟同龄人不同，能有什么闺蜜？她口中的那个闺蜜是卖她假安胎药的微商。”哥哥忍不住甩了他一个大鼻兜：“所以你儿子脑瘫了？”看着他被打，我的心别提有多舒畅。王之初呢？这时，哥哥突然叫了我的名字，我还以为他发现了，吓得汗毛竖起，心中后悔，跑过来看热闹。要不是赵美萍及时说我没有来，我差点就要应了一声：“他嫂子都这样了，他来都不来看一下。”哥哥眉头紧皱。赵美萍支支吾吾，不知要怎么跟哥哥解释。还是钱青青开口，哥哥才知道我已经与他们王家断绝了关系。你们真是蠢！哥哥气得破口大骂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舍不得我，实则是生气少了一个照顾脑瘫儿的免费保姆。果不其然，他说不管如何，就算他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他救回来。侄子都成这样了，他还好意思去读大学，做他的千秋大梦去？神经病！我心中暗骂他，随即悄悄从房间退了出去。又不是我的儿子，凭什么要我去照顾？庆幸的是，在侄子出生之前闹翻了，不然这个拖油瓶以后就够我受的。为了避免那一家子找上我，我结算完5天的工资后，连忙离开这座城市。茫茫人海，他们找到我并不容易，多亏他们的不关心，所以他们连我考上哪所大学都不知道。再加上我提前跟学校打好招呼，
老师们也知道我的处境，为了保护我，没有一个人告诉他们我的所在处。我就这样安然过了5年。时间一到，我才主动联系上赵美萍，问她卡号。钱打完之后，我以为再也不会跟他们有任何一丝关联，可我没有料到，他们利用我汇钱的账户信息，在警察叔叔的帮助下找上我。这一次只有钱青青过来，5年没见，他老了有20多岁。他瞧着我身后富丽堂皇的建筑物，惊讶到张开的嘴巴都忘了收回。指出，你现在住在这里呀？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我勾唇反问，怎么了？难道我花钱买的房子就不能住这里吗？不，当然不是。现在的钱青青已被生活折磨，哪里有以前的那般自以为是？但人的本性很难改，眼前的低头不过是他的伪装而已。他上前拉着我的手，嘘寒问暖，可我只觉得恶心，立即推开他，少在这里跟我套近乎。有什么事就直说吧。肉眼可见他眼中燃起怒火，但他还是强忍了下来，随即哽咽道，支出，嫂子求求你，救救你唯一的侄子吧。我皱着眉头没有说话，他以为我动容了，继续说，你侄子脑瘫了，医生说了，只要好好配合治疗，他就能康复，跟正常孩子一样，而且费用不多，就60万。好大的口气，60万叫不多，这话骗小孩，小孩都不会信，更何况是我。轻微脑瘫确实有治愈的几率，但侄子是重度脑瘫，他能治好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升起。钱青青是无知，但绝对不是傻，不可能把钱扔到水坑里。要这60万，绝对有别的事，我没有戳破他。我首付都是贷款凑的，每个月还要还月供，上哪里拿这60万？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他竟厚颜无耻开口，我大概了解过你这边的房价，随便200万都有的，减去银行的贷款，剩60万完全没有问题。这钱刚刚好够你侄子治疗，要是你还欠别的钱，可以先不要还，不过是征信拉黑而已。听了他的话，简直震惊我的三观。别说我与他没有关系，就算是姑嫂关系，他也不应该提出这个要求。我疑惑抬头看着他，怎么不卖你们自己的房子？你们的房子还没有房贷呢。他见我反驳，不悦道，卖了我们的房子，我们住哪？我反问，卖了我的房子，那我住哪？租房不就可以了？呵呵，我被气笑了，骂了一句神经病后，便转身要走。我实在不想再看见他的脸，跟这种人周旋，只会浪费我的时间。就在这时，他重重跪了下来，并在地上用力磕了好几个响头，鬼哭狼着，引起许多路人的观看。我猜的没错的话，是想用舆论逼我就范。真是没皮没脸到极点。他颠倒黑白乱说一通，不知情的路人对我指指点点，说我铁石心肠，侄子身患重病，却不肯施以援手。见路人都偏向自己这边，他露出得意的笑容，随即又装作善解人意的样子，说，支出，我知道这个要求有些过分，你不肯给钱也没有事，只要你能帮我照顾你侄子几年就可以。我跟你哥哥去卖肾卖血，也得凑够这60万，好一招以退为进。这不是逼迫我在60万与抚养侄子中选择一个，但不管我选择哪个，对他来说都是有利无弊。照顾脑瘫很心酸，想必钱青青是受够了。呵呵，我笑了笑，随手指向人群中叫声最大的一个圣母。假如你侄子脑瘫，你哥嫂自己有房子，却要卖你的房子治疗，你要是不愿意，他们则要把侄子丢给你照顾，你会怎么做？是卖了房子给他们钱，还是说免费承担照顾脑瘫侄子？
我的眼神渐渐变得凌厉起来。只要你说选择其中的一个，我王之初立即跪在你面前，尊称你为圣母娘娘。圣母吓得不敢吭声，生怕被沾上。所有人见我是硬茬子，不敢再指指点点。板子不打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疼的，只有让他们面临其境，才能感同身受。眼见这招道德绑架对我没有用，嫂子索性站了起来，她露出真面目，对我了一声：“什么东西？王之初，你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女人，怪不得没有人要。我不妨告诉你，我用这60万是来干什么？是你哥现在找到一条赚钱的路子，这次你不帮忙，等他日发达了，你别想着跟我们家有任何关系。就我哥这种好吃懒做的人，会做什么生意，发什么财？我想他刚开始不说，是真的怕我哥发财了，我要分一杯吧。谁知我软硬不吃。再说，我还巴不得跟他们家撒清关系。我不禁露出嘲讽的笑容。他不解我的嘲讽，还以为我怕了，在讨好他，不由得意洋洋。趁现在选择还来得及，只要你能答应其中的一件，你就还是我们赵家的人。越说越离谱了，我渐渐没有了耐心，看着地上的一个扫把，直接捡起，拍在身上。他的脸瞬间起了好几条血丝。他想反手打我，但赤手空拳的他如何能打得过我？见此，他留下一句让我等着，然后愤愤离去。周围的人觉得没有热闹可瞧，纷纷散去。不过我清楚他不会这么轻易善罢甘休。果不其然，次日赵美萍就过来了，与钱青青一样，拿不到钱就撒泼打滚。我实在忍无可忍，把她送到局子里面喝茶。至此，这一家人总算安静下来。与我想的一样，就哥哥那无赖样，怎么可能会赚到钱？不但没有报复，反而惹上一身事。听说是在想要一个儿子，嫂子不能生，便找别的女人。谁知这女人不简单，是某个地头蛇的女朋友。一顿胖揍下来，她的腿断了。现在嫂子跟妈妈不但要照顾侄子，还要照顾再也不会站起来的哥哥。我没有去管他们家的事，是认识我的人总是有意无意透露出来。无动于衷的我，像是在听别人家的事一样。由于我的刻意避开，接下来这几年他们也找不了我麻烦。就在我30周岁的这一天，赵美萍破天荒打来一个电话：“之初，快回来吧，昌昌想见你最后一面，他快不行了。”昌昌正是我的侄子。我淡淡回复一句：“不去。”他叫我过去，绝对没好事。他似乎早就知道我会这么说，冷笑着：“不去也可以，我把昌昌抬进你家，你去替他收尸吧。”我了解他，他能说出这话是真的会做到。可我不明白，我跟王昌昌也没有接触，他为何要见我？既然不得不见，我只能硬着头皮过去。我赶到的时候，王昌昌还剩一口气。12年来，我这是第一次见到他。他瘦骨嶙峋，像一只狗一样，没有尊严，躺在一张摇摇欲坠的小床。以前的3室2厅房子早已被哥哥卖掉，现在他们一家5口挤在一个只有30平方米大小的出租屋内。王昌昌的房间更是脏、乱、臭。一见我来，他拉着我的手问我：“姑姑，你为什么不救我？”好奇怪的一个问题。我笑了笑回复：“重度脑瘫是医学界的难题，医生都没有办法，我能怎么救？”他虚弱摇摇头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问，你都读那么多年的书，理应知道胎盘前置的危害，为什么不劝着妈妈？”看来他知道是什么原因了。我默默把那张断绝关系书放在他面前。我怎么不劝？就是因为劝了，我被你奶奶暴打一顿，赶出家门。闻言，
他早已泪流满面，伤感许久后，他突然睁大双眼，朝我邪魅一笑：“姑姑，你以为你今天还能逃得过吗？”而后他看着天花板，像疯子一般咆哮：“姑姑，不管是你还是我爸爸妈妈、爷爷奶，你们都活不了多久，全部都要给我陪葬！”哈哈哈！奶说完，他便永远闭上双眼，他的嘴角带着诡异的微笑，那种诡异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反应过来后，我第一时间是要出去，但外面的门早已被锁上，爸妈哥嫂也不见影子，我紧张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。这时，一个行为疯疯癫癫的男人不知从哪个角落冒了出来，冲到我身边就把我抱住。我想挣脱，奈何这男人的力气实在太大了。救命！我大声呼叫着，但门口却传来哥哥那阴森森的声音：“你叫破喉咙也没有用，这个地方脏乱差，除了我们，哪里还有别人入住？”眼看着男人要对我下手，突然警车声响起，一群警察叔叔破门而入。见到他们到来后，我褪去惊慌失措的模样，缓缓走到他们身后，嘴角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。门口的爸妈哥嫂已被警察叔叔扣住了。哥哥百思不得其解：“怎么会？警察叔叔怎么来？”我若无其事附在他耳旁：“当然是我叫来的。”你？哥哥瞪大眼睛看着我，他万万没有想到我还有这一手。我太了解他们一家的脾性：自私、冷漠、贪婪。王昌昌是一个拖累，他们巴不得他早日离去，怎么会突然那么好心去尊重他的遗愿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所以在我踏进赵家门前的一刻，跟一个好友发信息：倘若我半个小时没有跟他报平安，就必须要报警。果不其然，这一家没心没肺的东西还是要对我下手。要不是我事先留一手，只怕会凶多吉少。从警察叔叔那里了解真相后，我真是欲哭无泪。原来他们瞧着我这里索取不了任何东西，便要把我送给一个疯子当老婆。疯子是钱青青娘家的远房亲戚，听说他家给了我爸妈60万的高价。我不是傻子，他们知道明说我不会同意，所以利用王昌昌的事把我哄骗过来，来个先上车后补票。警察叔叔听了他们的言论，气得浑身颤抖，而他们却不以为意。尤其是我妈，还说她养我这么大，婚事由父母做主最正常不过。警察叔叔无言以对，他们是道德沦陷，但我也没有受到实际的伤害，所以最后的处理方式把他们一家关了1个月。但想要不被他们纠缠是不可能的。1个月后，赵美萍找上了我，这一次她竟对我道歉，支出是妈不好，妈不该做出这个蠢事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甩开她的手，眼神充满了鄙夷与厌恶。试问天下所有母亲，有谁会舍得让自己的正常女儿嫁给一个疯子？也只有他会这么绝情。如今倒好，还想要我原谅。要是他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倒也不会这般鄙夷。但他是怀有私心。现在哥哥残疾，爸爸年纪渐大，收入大不如从前。嫂子是一个好吃的人，妈妈从来没有上过班，而我事业有为，年纪轻轻就成为高管。他向我求好，无非是想拿我的血再去滋养他们一家人。厚颜无耻，不好！我淡淡从嘴里挤出这2个字。赵美萍没有耐心，当即破防：“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小贱人，我养你长大，如今只是做错一件小事，你却不依不饶。早知道我就不生你了。”我垂眸，冰冷看着他：“如果时间能够倒流，我倒是希望你不要生下我，投胎到你家，绝对是我上辈子罪孽深重。你什么你？再不走，
休怪我让你去局里再喝1个月的茶，见我这里得不到好处。赵美萍不再久留，对我呸了一声，愤怒离去。只是事情哪里有那么简单？赵美萍碰了一鼻子灰，并不代表钱青青会放弃。第2天，他就带着一群主播、律师找上我。他说自己生活有多么不容易，同后公婆，照顾残疾的老公，而我作为一个小姑子，却没有任何作为。好在1个月前的事，警察叔叔那里还有记录。我把事件爆发出来，有不少人站在我这边的。只是父母到底是生了我生命的人，我可以不管哥嫂，但不能不管他们。哪怕有了那一张断绝关系书，也是无效。后来在压力的舆论下，我被迫每个月支出2000元的赡养费。2000元对我来说是有能力给的，但我真的不想给他们。只是有些事情真的挺无奈。那一天，我看见妈妈脸上露出得逞的笑容，他们就像蚂蟥一样，无时无刻想要吸我的血。我想怎么甩都甩不掉。原以为我会被他们纠缠一辈子，没想到几天后得来他们一家一夜之间都死亡的消息。警察叔叔第一时间就找上我，只因我跟他们争执过，存在嫌疑，解释是没有用。我只能配合着警察叔叔一步一步查问。一连番问下来，警察叔叔发现我并没有作案的机会。现在到处都是监控，我每天2点一线，连王家的门都没有踏进去过。查到这里，我本来可以一走了之，但法医发现新证据，我不得不再留下来。他们是中毒而亡的，有毒的物质是1个月前的冰冻羊肉，而我刚好1个月前去过王家，正是那日发生的事。让人巧合的是，去王家前的一天，我还去过一间庄稼医院，只是庄稼医院里面没有监控，无法证明我买了什么农药。而时间有那么久，每天人来人往，老板根本就不记得。我说是自己种了一些草莓，虫子太多才去买的，但明显没有用，因为没有人证明我是不是真的把药放在草莓这里。嫌疑又指向我这边来了，我真的有口难言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好友小林走了进来，他是一名环保志愿者。那天我正是为了参加他的环保活动，才会路过王家。他知道我那天的行踪，也知道我绝对没有作案时间。我可以证明，支出那天一直和我在一起参加环保活动。小林坚定地说道。警察叔叔看向他，眼中闪过一丝疑惑。小林连忙拿出手机，展示了我们当天参加活动的照片和视频。那些影像资料清楚地显示了我和小林在一起的时间线和行踪。警察叔叔认真地查看了所有的资料，然后深吸了一口气，看向我道：王之初，你现在可以离开了，但如果有需要，我们随时会再联系你。我心中松了一口气，感激地看向小林，他对我微微一笑，示意我没事。离开警局后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虽然这次我摆脱了嫌疑，但真正的凶手仍然逍遥法外。我决定要找出真相，为家人讨回公道。我开始调查那批有毒的羊肉，通过追溯供应链，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点：所有这些羊肉都来自同一家供应商。我深入调查这家供应商，发现他们存在严重的卫生问题和违规行为，而更让我震惊的是，他们的负责人竟然和钱青青有某种秘密联系。原来，钱青青为了摆脱我，竟然和供应商勾结，想要在羊肉中下毒，然后栽赃给我。只是他没想到，这毒羊肉竟然会害死了他自己的家人。我将这些证据交给了警察叔叔，他们迅速行动，
逮捕了供应商和钱青青的共犯。经过审讯，他们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。钱青青虽然已死，但她的罪行被公之于众，也让人们看清了她的真面目。我为家人讨回了公道，也为自己的清白正了名。然而，这场家庭纷争给我带来了深深的伤痛。我决定离开这个城市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在离开之前，我来到了家人的墓前。我看着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的感受，只知道这一刻，我真正的放下了所有的怨恨和仇恨。我跪在墓前，默默地祈祷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得到安宁。然后我站起身来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充满伤痛的城市。我来到了一个海滨小镇，这里风景如画，民风淳朴，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宁静和安详，也在这里结识了新的朋友和恋人。我逐渐走出了过去的阴影，开始享受新的生活。虽然有时候想起过去还是会有些心痛，但我知道自己已经放下了那些沉重的包袱。在新的生活中，我学会了珍惜当下，享受生活的美好，也更加懂得关爱和尊重身边的人。过去那些伤痛的经历，也让我变得更加坚强，更加成熟。在这个小镇上，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和幸福，也期待着未来更加美好的生活。而在城市的另一头，那起震惊社会的毒羊肉案件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人们开始反思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家庭关系的复杂性。这起案件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考验，更是对整个社会的警醒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逐渐淡忘了城市的喧嚣和纷争，小镇的宁静和美丽让我心旷神怡。我在这里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事业，也收获了真挚的爱情。回望过去，我感慨万分，那段艰难的经历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，也让我学会了勇敢面对未来的挑战。虽然家人已经离去，但他们在我心中永远占据着重要的位置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我会站在海边仰望星空，那些闪烁的星光仿佛在诉说着家人的故事。我知道他们在天之灵会为我感到骄傲和欣慰。现在的我已经走出了过去的阴影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。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继续努力前行，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